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从目前的爆料消息来看，苹果极有可能会在9月10日召开秋季新品发布会，届时 iPhone 16、AirPods 4、Apple Watch S10等新品也会一一亮相。据彭博社记者马克·古尔曼表示，他获取到的内部消息称，苹果最快将在本周向媒体发布秋季新品发布会的邀请。一般来说，距离 iPhone 新品发布1个月内的爆料尤其可信。这几年新 iPhone 在发布前，所有信息也基本会被泄露无疑。今天咱们重点聊聊关于 iPhone 16系列的相机，毕竟在今天的手机核心功能中，影像与通信已变得同等重要。而说到手机影像， iPhone 依然是任谁都无法忽视的存在。只不过这2年 iPhone 的影像持续拉胯掉队，也是不争事实。那么 iPhone 16系列的影像能否打一个翻身仗？来自 Apple Insider 透露的信息显示， iPhone 16全系在相机上都会有一定的改进，且会加入全新的实体拍照按钮和 JPEG XL 图片格式。先讲讲定位更高的 iPhone 16 Pro Max。根据爆料， iPhone 16 Pro 系列依旧使用索尼 IMX903 传感器，其尺寸为 1.28， 虽说也不小，但与安卓旗舰门的 LYT900 相比，还是差多了。因此 iPhone 16 Pro 机型在画质、景深、宽容度方面，距离安卓影像旗舰注定将存在一定差距。就影像而言，硬件是下限，算法是上限，硬件上的差距是很难通过软件算法来弥补的。iPhone 16系列在主摄方面的表现很难比上一众安卓影像旗舰的。不过 Pro 机型超广角镜头部分倒是会从之前的1200万像素提升到4800万像素，并具有与主摄相同的像素分级功能。当用户使用 48MP 模式时，单张照片的像素尺寸为 0.7mm， 而在 12MP 模式下像素尺寸为 1.4mm， 与 iPhone 15 Pro Max 保持一致。这是苹果首次在 iPhone 上同时使用2颗高像素传感器。长焦镜头方面也有相应升级， Pro 机型均会配备1颗5倍的长焦镜头，但是否会像15系列一样等级森严不得而知。iPhone 15 Pro 为最简单的长焦镜头， iPhone 15 Pro Max 则是效果更好的潜望式长焦镜头。不过这样的划分不是苹果抠门导致的，而是受限于设计空间。在主摄和超广角传感器都采用大体传感器的情况下，6.1寸的 Pro 版本想要放入体积硕大的潜望式长焦摄像头，确实有些困难，但6.7英寸的 Pro Max 就好设计得多了。另外还有爆料称 iPhone 16系列可能会支持拍摄4800万像素的 Pro RAW 照片，其拥有更多的图像数据，对于那些喜欢后期处理图片的用户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消息。但 Pro RAW 的缺点也很明显，一张照片的体积平均会来到80兆左右，建议日常拍摄关闭该选项。iPhone 16和 iPhone 16 Plus 它们的主摄规格也与 iPhone 15系列完全一致，依旧为 1.5英寸4800万像素和 f1.6 光圈，超广角镜头则是将光圈从之前的 f2.4 提升到 f2.2。果粉可以期待的好消息是，原本只有 Pro 系列才会配备的微距拍摄功能也终于下放到标准版上了。在影像相关的硬件方面， iPhone 16系列还有一个升级点，那便是全系配备物理拍照按钮，位于右侧下方，因此横向握持时，相机凸起将位于顶部，操作起来会更符合人体工学。这个设计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了，早在2013年发布的努比亚 C5 mini 就配备了一颗独立的拍照按键，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各厂商逐步又放弃了这种设计。不知道苹果能不能把这个实体拍照按键给玩出化，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些苹果忠实拥趸会将这一设计视作重大创新突破，人机交互革命，就像他们在宣传灵动岛时做的一样。就硬件方面来看， iPhone 16系列的影像提升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看来苹果还是要主打算法调教与软件交互牌。苹果会在 iPhone 16系列上首次应用 JPEG XL 新图片格式，也让 iPhone 16系列是市面上为数不多，甚至是唯一一台能够支持 HEIF、JPEG、HEIF Max、Pro RAW、Pro RAW Max 和 JPEG XL 图片格式的手机。可能很多人都不清楚这个 JPEG XL 格式到底是个什么玩意，今天就为大家科普一番。首先，我们目前使用的大部分图片格式都是 JPEG， 它是国际图像压缩标准之一，也是普及率最高的一个图片格式。不过苹果和微软一直是推广压缩率更高的 HEIF 格式，可在进一步降低图片体积的同时不损失太多画质。JPEG XL 也是如此，严格意义上来说它是 JPEG 的续作，它支持有损和无损压缩2种格式，压缩性能相比 JPEG 提升了 60%， 更重要的是它还拥有极高的兼容性，以至于它是市面上唯一一个能够做到无损中编码 JPEG 图片的格式。
除此之外，它还支持超过8bit 的色彩为深，这对于摄影师来说是福音。毕竟现在很多相机输出的照片都是10bit 或是12bit，每次输出成 JPEG 格式时，都会因为8bit 色彩的限制出现色彩断层的情况。此外 JPEG XL 还有一些特性，比如支持大尺寸打印，对 Web 环境进行专门优化，快速减码。总之，你只需要明白 JPEG XL 在各方面的表现都是全面优于 JPEG 格式的。不可否认，苹果在相机优化算法上确实相当有一套。比起安卓这边的强调影调和质感，苹果更注重的是一些日常拍摄场景的优化。只不过硬件上的差距客观存在。估计看到这里，很多观众会想问 ，iPhone 16 Pro 系列真能在影像实力上跟安卓旗舰们碰一碰吗？Jeffrey 认为答案是没戏，因为苹果与安卓在影像硬件的短板拉大，而算法的优势已在缩小甚至消失。如今的安卓厂商早已不是当年那样无脑堆料，注重产品的噱头宣传而忽视真实体验。像小米、OPPO、三星这几家在高端手机之路上摸爬滚打好几年的厂商，早已明白用户体验和人无我有在影像中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在迭代。曾经苹果引以为豪的算法优化和软件调教能力，今天正在落伍。希望苹果能更加重视自己的相机锐化算法。现阶段苹果的相机参数并不是很差，勉强也能算个旗舰水准，只是被恐怖的 Deep Fusion 严重拖了后腿。如果这个算法不做修改的话，苹果哪怕用上1英寸大底、2亿像素长焦镜头，也无济于事。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距离苹果秋季发布会也就10多天的时间了，你期待 iPhone 16升级后的影像系统吗？欢迎与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请订阅关注 Jeffrey Tech。我们下期再见。